机。调皮老爸旅游去屏东最高的部落出发喽！早安，我是调皮老爸。越简单的生活，越靠近幸福的模样。今天来到了屏东县海拔最高的乡镇雾台乡，这里同时也是鲁凯族最大的聚落。今天我们要搭乘公车走访雾台乡的3个部落，沿途跟随着导游走访雾台部落的文化古迹，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。今天的公车之旅，我们要搭乘台湾好行508神山线邮轮巴士，上车的地点在屏东转运站，地理位置很方便，走出屏东火车站就会到了。在台湾好行的官网也有介绍屏东火车站的班次，以及如何搭乘高铁到新左营站，再转车搭乘火车到屏东站，上面都有详细的班次跟时间。来到屏东转运站后，先到屏东客运的柜台报到，确认报名的名字跟人数，就完成报到手续了，不会另外拿到实体车票。到了9点30分，我们从第5月台上车，在车上领队会再次核对名单，确认名单上的人都到齐了，神山线邮轮巴士就出发喽。这趟旅程会走访屏东县雾台乡的3个部落：古川、神山、雾台。回程的时候会来到位于马家乡的里纳里部落。这次走访的部落主要以鲁凯族为主。我们在车上跟着领队学了鲁凯族的问候语，撒报就是你好的意思。领队也介绍了雾台乡的3宝：爱玉、小米甜甜圈、石板烤肉。这3样代表性的美食，等一下导游都会带我们品尝一遍。现在我们经过了三德管制哨，要前往雾台乡，一定会经过这里。如果是自己开车或骑车来的话，需要在这里停留，办理入山证，才可以继续往前走。通过检查哨不久后，我们就会来到了雾台乡的第1个部落——古川部落。在古川部落停留的时间比较短，只有15分钟。领队带我们走访古川部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——古川大桥，全长654公尺，桥墩高度99公尺，横跨爱寮北溪，是台湾最高的桥梁，也是通往雾台乡的必经之路。2009年的88风灾，原本的伊拉桥被冲毁，政府花费了3年的时间重建了更坚固的古川大桥。而为了避免桥墩再次被洪水冲垮，特别加高桥墩的高度，成为台湾最高的桥梁，也被称为生命之桥。在古川大桥停留15分钟后，我们继续搭乘公车前往下一个景点神山部落。鲁凯族最著名的就是石板屋，每一个房子都是用石板堆砌而成。傻爆！我们的第1站是神山家人香草工坊。各位如果有自己开车来神山部落，也可以直接导航这里，在店家的对面有个空地可以停车。好的，欢迎你们哦，欢迎你们。你们好，傻爆！100，1、2、3、2。在导游简单的介绍后，我们来到了神山家人香草工坊。这里有供应免费的香草养生茶，有卖香草酱以及香草系列的面包。来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他们的香草烤肉，不止肉好吃，一旁的香草酱也很美味，还有搭配紫苏，增添了烤肉的香气。这趟部落之旅以美食为开场，吃饱喝足后，我们跟着导游继续往上走。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石牌，上面有一群人崇拜着太阳。在天主教进入神山部落前，鲁凯族信奉天地意象，感谢太阳神赐予他们美好丰硕的土地。这是樱花树，到了樱花季，这里也是能看到满满的樱花呢。我觉得你们很厉害，有人说是香蕉哥哥。大家如果有看过 MIT 台湾志麦岛经过这里啊，这不是海绵宝宝嘛这是月神的雕像，相传月神选择在神山休息，因喜爱部落而长居在此。月神休息的地方留下了弯弯平坦的痕迹，因此神山部落又有着月亮部落的美称。
走在神山部落里，可以看到很多房子会挂上不同的装饰，或者是人头的雕像，这些可是大有来头。像是月神对面有一间利恩民宿，民宿上有挂着一个头饰，上面插着一朵百合花。百合花是鲁凯族的族花，女性佩戴代表贞洁，对男性而言象征着英勇，必须猎到5头公山猪才有资格戴一朵百合花。丽就玛莎莉莉耶哦，就是小姐你非常漂亮的意思哦。房子的外观除了看得到人头的雕像，也有百步蛇。鲁凯族认为百步蛇是族人的守护神，同时也是祖先的化身。除了靠猎山猪来争取荣耀，这里有一个运动员之家，长跑选手参加了各种马拉松的比赛，拿到了无数的奖牌，也是整个部落的骄傲。走着走着，来到了购物时间，这间是心灵舒芙蕾，是用小米制作的舒芙蕾。不过我们刚刚才吃完烤肉，好像吃不太下耶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预定，晚点吃完午餐再吃。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行程很棒的地方。我们午餐会在雾台部落用餐，老板会把舒芙蕾亲自交到我们的手上，我们就不用专程回到这里拿，非常贴心的安排。今天的每个购物行程都蛮好买的，导游也不会强迫消费，因为导游很迫不及待的想要介绍鲁凯族的文化，所以当你遇到喜欢的东西，就直接买就对了。现在我们走到了台24线，这里有一家店也很值得逛逛，阿勒勒昂琉璃工坊。这家店在 Google 的地图找不到，可以导航冒烟屋前往。商店就在冒烟屋的对面，老板是个90几岁的老婆婆，店里的琉璃珠都是她自己串的。琉璃珠是鲁凯族最贵重的饰品，在传统的社会阶级之中，只有贵族可以拥有琉璃珠，代表着贵族特有的高尚身份地位。不同颜色的琉璃珠有着不同的含义，像是求健康、求平安、求智慧，这里都有介绍。必吃的，一只40块，一只40块很便宜哈，外面就50、60了哈。我们再继续沿着台24线往上走，来吃看看马告香肠。这家马告香肠很好吃，肉很香，很好咬。除了可以搭配生蒜头一起吃，还可以搭配路桥。路桥外观看起来像是迷你版的洋葱，咬起来有点水分，也带有特殊的香气，跟生蒜头比起来，味道比较没那么重。不一样哎，对啊，很特别。是啊，因为那个路桥现在它不是季节，所以比较少。我之前都是搭配路桥，没有搭配香肠。那个香肠都自己烤，它也不会很肥。好吃。它里面有一粒一粒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马告。对面是雾台摩凯咖啡，也可以在这里上厕所。这里也有卖爱玉，但我们刚刚花比较多时间挑选琉璃珠，比其他队友晚一点到达这里，就没有时间在这里买爱玉吃了。不过也不用觉得可惜，等等午餐也会吃到美味的爱玉哦。接下来的路会有点陡哦，我们继续沿着台24线往上走，要来去一个来雾台乡必访的景点——天主教雾台耶稣圣心堂。圣心堂于1959年设立，教堂内外铺设着大小不一的石板，据说这些石板是由当地居民一步一步亲自搬运而来，仿佛每一块石板都承载着信仰与汗水的结晶。教堂以当地石板为建材，里面最具特色则是由当地族人雕刻的人形座椅，一字朝右方观看，也就是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具有日出东升，象征希望的意思。教堂内有一个蜂窝，对于原住民而言，蜂窝是团结的象征，就如同母鸡保护小鸡一样，是由一个大家长来庇护底下的人民。而村民就好比是羽翼下的小鸡，蜂窝里头的蜂群备受疼爱保护，并具有团结合作的精神。继续往上走，来到了雾台乡公所。在阶梯上有一个雕像，是鲁凯族的头目。头目的头饰也是最特别的，明亮的鲜红色，上面还佩戴一根雄鹰的羽毛。头饰上的羽毛也代表不同的身份，包括了蓝富贤、地质，其中雄鹰的羽毛只有头目才可以佩戴。上面还有一朵百合花，代表他猎杀了5头山猪。公车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去雾台部落。
来雾台部落的第一站就是吃午餐，这里是雾头山光华的店。这间餐厅的位置很棒，还没看到餐点，就先被眼前这片美景吸引了。午餐很丰盛，有好吃的烤肉，配菜也很香，还有水果、爱玉、小米甜甜圈，非常美味的一餐。用餐完后，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。我们的集合地点就在餐厅对面的部落广场，在部落广场聚集了很多人，这里看到的风景也很辽阔。广场的中央是巨型秋千，传统的鲁凯族婚礼中要进行荡秋千仪式，女孩要能荡得高、荡得稳，未来才能幸福美满。广场另一侧则树立了6座雕像，呈现了鲁凯族不同身份地位的不同服饰，有勇士、巫师、平民及贵族，像是守护神一般注视着村落。来1、2、3，在你后面。好。谢谢。舒芙蕾老板娘亲自把我们的餐点送来这里了，用小米做的舒芙蕾更有弹性，口感更 Q 弹。如果各位有机会来五台乡，一定要品尝看看这家舒芙蕾。我们跟着导游沿着中山巷走，眼前这栋3层楼高的建筑是鲁凯文物馆，现在正在整修中，今天没办法进去参观。但其实从外观来看，这栋建筑物可以说是非常惊人。一般我们看到的石板屋都是1楼高的房子，但这栋3层楼高的房子仍坚持使用传统石板叠砌工法建造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。特别介绍一下屏东最高的邮局，这里有 ATM 哦。这间是山峰民宿，门口特别的木雕，是很多游客争相拍照的景点呢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雾台乡第2个必访的景点——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雾台教会。外观很有西方城堡的风格，但建造的方式仍然是采用鲁凯族石板屋的工法。可以看到大门口的雕像，有好多人在拉着大木头，这是在描述当时全村的村民合力把块木从山下搬运到山上，再把块木做成全亚洲最高的块木十字架。从这里往下走，还有一些摊位。这里有一间非常特别的房子——猎王小站。从房子的外观就知道这家的主人来头不小，光人头上佩戴的百合花就有5朵，也就是列了至少25头山猪。为什么说至少25头山猪呢？因为头上最多就是佩戴5朵百合花，不会再出现第6朵百合花。5朵百合花就是猎人的最高点了，也难怪这里叫做猎王小站。这是什么？刀马吉啊！妹妹，我们2个跳舞好了。嘿嘿嘿，年多少年？走了一圈，又回到了部落广场，在这里和导游说再见之后，前往我们的最后一站里纳里部落。谢谢你们给我服务的机会，来，谢谢简大哥，谢谢阿文哦，拜拜，会有期再来哈。我们在里纳里游客中心下车，这一站停留时间1个小时，只有1个行程，原民公益 DIY， 每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，
这次的主题是缠绕图文钥匙圈。里纳里部落有台湾的普罗旺斯之称，位于屏东县马家乡，最早是排湾族的传统领域。2009年发生88风灾，造成马家乡、雾台乡及三地门乡重大灾情，政府协助居民重建家园，选定马家农场作为永久屋基地。山村的居民迁移来此，命为里纳里部落，象征重生希望的美丽家园。虽然我们这趟没有亲自走进里纳里部落，但我们在车上就看得到一排排三角形屋顶建筑，街道规划的井然有序。今天刚好遇到赏老鹰的季节，我们在天空也看到了好多老鹰哦。这趟旅程也在每个人的欢呼声中画下完美的句点。那边超多的，我靠，这是怎么样？哇塞，全部都是的，哦，真的哦，很远啊，因为你看上面又有，全部都是啊，你往左边看，因为很高，哦，很高的话，可能就要用你的这个望远镜了。看到吗？全部都是点点点点点点，哇，它飞过来了，大概几次？这应该有300只。哦，有。我很喜欢这次的台湾好行神山县一日游，不仅欣赏到美景，还认识了卢凯族的文化以及品尝山上特有的美食。推荐大家搭乘神山线来一趟部落之旅。下一集我们要去屏东的海边走走，这里有免费的室内景点，还有一个超好逛的市场。你们有吃过生的甜虾吗？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吧！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